我们上一期视频讲解了如何抬高自己，那么这一期视频难道是？该不会这一期视频我们要讲如何贬低别人吧？猜对了，这一期我们就讲如何贬低别人啊，这样不太好吧？这完全可行。佛说一切众生本来就是平等的，因此我们在心中贬低任何一个人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也要注意，这种技巧谨慎用于与别人沟通，不然很可能导致你的人际关系破裂哟。首先，第一个句型是你算老几？相信这个句型大家或多或少都已经用过。举例，新来的同事表现突出，因此非常得意。你算老几？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得到的表扬更多，我都没有像你这么得意。举例，客户对产品吹毛求疵。你算老几？才花这么一点钱就想要享受皇帝般的服务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举例，外交上遭到别的国家谴责。你们算老几？你们国家的版图小得可怜，没有实力就不要对我们指手画脚。但是如果别人确实非常优秀，处处都比我们厉害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使用这个句型，你神气什么？举例，宴会上某人在炫耀自己的豪华汽车。你神气什么？你不过是有一个有钱的老爸而已。举例，竞争对手宣称开发出性能更好的产品。你们神气什么？你们只是性能稍微高一点，我们正在研发一个划时代的新产品。举例，邻国申请举办运动会成功。你们神气什么？这个运动会我们国家早就举办过了，而且规模比你们大得多。这些句型最适合用于别人取得了成绩的时候。那如果是自己取得了成绩呢？自己取得成绩的时候，那当然要大肆炫耀啦。例如，我们可以尝试下面这个句型，他现在肯定气疯了。这个句型用于自己取得成绩的时候，使用这个句型的时候，一边想象别人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。举例，在职位晋升的竞争中击败了同事。他现在肯定心碎了，说不定正躲在厕所哭泣呢。跟我竞争，他还完全不够格呢。举例，公司的销售额超过了竞争对手。他们公司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总经理，现在说不定已经气得心脏病发作了。举例，军队研发出了新型武器。敌对国已经吓坏了，相信他们的国防部长已经惊掉了下巴。接下来的句型是你原来不是很神气吗？这个句型可以用在别人出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疯狂的羞辱和嘲笑对方的大好时机。这样是不是太没有道德了？当然不会，只要你不说出来，别人就不会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举例，在比赛中击败对手。比赛前你不是很神气吗？原来这么弱，回家多练练吧。举例，竞争对手公司出现财务危机。你们以前不是很神气吗？现在就快要倒闭关门了，真为你们感到悲哀。举例，敌对国的军事行动陷入困境。你们原来不是很神气吗？以为你们有多厉害，原来如此的不堪一击。好了，这几个句型只是抛砖引玉，只需要记住核心原理，那就是找到别人的弱点，才能使自己快乐。感谢教主大人的精彩讲解，我们下期再见。